是用的他 You and I 演唱会开场造型作为一个一进来的这一声，我感觉是一个没完全完成的一个演唱会。明白。因为还有几个地方他的确很想去，但没去的一个没有完成的作品。对，希望在天堂完结吧。其实我特别好奇，我知道在出道的早期，二姐就是 Coco 的 stylist，有没有什么 Coco 从艺早期您印象特别深刻的某套造型？ Coco 入了这一行，我明白需要自装，那我就把自己交完租，对，省下来的钱就买了那套衣服，在哪里买我都记得。哇，对我来说好贵啊，但是能穿上去，哇，在舞台。我觉得哇，好光荣！觉得这是我妹妹，我好光荣啊！这是 Coco 亲手做出来的，她好会选。你看黄色就很亮。这个Barbie 对吧？她买回来的时候都有自己的衣服，但是 Coco 她不喜欢，她把妈妈的衣服剪烂了，她把妈妈的帽子用她的布帮她做了一件衣服，这些都是她自己搭的。但是问题是，那是妈妈很喜欢的帽子，她剪了一个中间是一个大洞，然后她藏起来。妈妈一直说帽子啦，帽子啦，不见了。对，然后给她找到了，哇，气的骂姐骂死她，骂死她，骂死她，要罚她零用钱的。很小，就是应该只有9岁10岁这样，自己做的。好厉害，所以她是一个天生的 artist。刚才两位姐姐提到说，在女校你们也一直穿旗袍，像看 Coco 她也穿旗袍，对，最高光的那个时刻，在那个 Oscar 选的时候，其实 Oscar 的招待就是所有上台的明星都有一定的最大的品牌给你选，你要去每个 salon 去选。本来就是他感到自己能够成为首位华人去奥斯卡已经是个光荣，那当然最有代表性的衣服也必须要呈现这一点。觉得这个中国红再加有旗袍，代表中国人的最合适。是我觉得 Coco 从很小的时候从艺，他就很有那种家国情怀。是的，是的。其实他读书的时候已经改变了当时很多的美国人可能对于 Asian 的一个对看法，对，他当时出这个美国专辑，很多人都搞不懂，就是你是弹琵琶的，你是拉二胡的，不可能你会唱 soul 的东西的。是的，然后他把我们中文的吐词发音和那个欧美的唱腔对混合在一起，他真的是这个推动者，他也从不吝啬，他去国际歌坛，那就找不到一个亚裔人，没有真的没有。哎呀，为什么会这样啊？我要为中国人找一片国际的天地。他没想啊，我自己要出名，我要干嘛？留在好莱坞就不回来。他没有，他希望的是打开了这扇门，你给中国人一个机会，中国人会干得比别人都好。这个好小的一个化妆包，但是这个是他必备的。那你看他破旧到，他本来是黑色的，免头的那个布都已经擦都没有了，人家都说免费，我给你一个新的，他死活就不要换。他说这个陪伴他走了20几年，他做歌手多长的时间就陪着这个，他不换的。人家不会觉得哇，你应该那么成功，肯定有个什么什么名牌包，就是这样。他超级是念旧，对。那其实我们中文有个说法叫长姐如母，就其实两位姐姐在照顾 Coco 过程中，应该也有很多不容易的时刻。像妈妈昨天有说过，75年我父亲过世了，那我们去了香港，对，那一个孤儿寡母带着 Coco 是手抱之中的对，刚出生的。那妈妈要去工作，家里就交给大姐，她也是6岁多一点，7岁，那就是刚到香港的环境，语言是新的，是，还有你身边的朋友或者是同学都是新的，人家会给你投以很奇怪的目光。那我们的 uncle 就是父亲那边的人收留了我们，但是就是没什么对我们好。他每个晚上他就坐在地上拉着那个铁门，就守在那等妈妈回来。妈妈不回来，我们3个就孤儿就会成孤儿了。
所以你们姐妹3个人其实是非常的 united， 对，因为真的是相依为命。对，一直都是这么多年都是，所以我绝对不相信妹妹就把妈妈扔下走了。所以2位姐姐觉得，如果说 Coco 开始变得不快乐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？首先，你们作为最身边的人，觉得她最好、最快乐的状态是什么时候？我感觉她唱歌的时候最快乐，包括她走之前的那个晚上，她是最快乐，就是唱歌。她整天可以，你感觉好像不是最快乐，到有音乐要唱歌，她又是另外一个脸孔，你会觉得好像她又回来了。当时7月1号晚上就出去吃饭然后回家我们唱歌，然后带了一个弹 guitar 的朋友，所以他们那天就突然间即兴的弄了一首歌出来，他就是特别自在。我觉得他唱歌做音乐就是他的灵魂就在了。所以其实他离开之前的那个晚上，其实他是快乐的，没有什么在情绪上觉得好低落。我并不觉得，他还跟我们一起唱歌，鼓励妈妈也唱了，就是他会，而且是全程就黏着妈妈，妈妈要当他小宝宝。但是2号还在粉丝群有语音，还是跟大家说很想念歌迷，是前几天的，前几天的6月中录的，6月20几号的时候，刚好有歌迷去了香港，就在他住的地方楼下，他第一天碰到他都不敢相信，是躲起来，他不想曝光，他不想自己不好的样子被粉丝看到，怕大家担心。是的，他留言给他们。我非常想念大家，我在努力，想念你们，我也非常想念你们哦，爱你爱你。其实他之前已经一重一重的那个叫关关难过关关过病痛等，包括他也有过声带失过声，一重一重考验，他全都坚持下来了。那2位姐姐觉得，就是说一直很能坚持的 Coco， 就是这次不坚持了，可能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呢？女人都是情商吧，因为她还是一个很单纯的人，对爱情也是很执着的，对婚姻也是很执着。他对自己的要求也很高，什么都是要完美的。在家里，他自己结婚的家庭，他也要逼自己做得最好。其实我很好奇就对于这个 ex brother-in-law， 2位姐姐最开始的时候，你们喜欢他？大家有不同的时间点见到吧？对，我是真的第1秒钟就见到这个人。姐姐看到他的时候，应该比较后面吧。我跟他交集不是很多，他是一个 sociable， 对朋友非常热心慷慨的人，是一个很会善于叫什么对善于交际的人。其实我看他们的交往嘛，好像 Bruce 有好几次求婚，其实 Coco 一开始没有答应，是到最后一次才 say yes。 他们交往了差不多9年才答应。这个过程中 Coco 她自己的 reservations 有跟家里面关起门来姐妹之间有说过吗？感觉是因为我们从小就没有一个父亲，就是对结婚还是大家都有一个幻想吧，说的不好听就是恐惧。那对一个已经那么成就的人，他感觉也许我们这样交往也蛮好的。我不能代替我妹妹说太多，但也许我感觉他是怕 uncertainty。 但是我觉得一边有 uncertainty， 可是 Coco 本身对情感的投入是100分的，真的是的。我读到过他为 Bruce 举办的一个 birthday party， it's like a concert。 那其实在这个苦心经营之下，她作为一个妻子，她真实的状态是什么样的？我感觉她为人付出的时候，她是开心的，尤其是她是爱的人，她会是开心的。那如果没有得到感恩就好，应该他会很伤心。我还记得16年了，我是歌手的时候，他为他的妓女举办了好像21岁还是几岁的那个 birthday party， 他要请假，他在比赛就是我是歌手的录制期间是吗？他为了已经那么辛苦的 schedule， 他自己又生病，一直在背歌练舞。其实幕后除了是为自己，他也抽空来为人家的女儿
对，他真的是掏了心，是对人家好。因为我看 Bruce 也去后台又给 Coco 过生日了，在这个节目期间挺多这种记录的，好像16年，不知道实际情况怎么样。那后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就是两个人的关系已经……其实 Coco 一直都觉得关系很好，只是一方出了轨，他不知道的，他是17年才知道的。他第一次告诉我的时候是2017年的年底，那个时候他说，因为我在考试，他说我真的不想打扰你考试，他结果把他出轨的事情告诉了我，我当场他都没哭，我就哭得稀里哗啦的。我说你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？他很早就发现了。他说我不想影响你读书，他就是什么事情都自己收起来，他只告诉我们好，报喜不报忧。一直都是这样。所以昨天那个妈妈在发言的时候还讲过，其实有2次要提出那个离婚的那个申请，然后说又都被好像哄骗回来。就刚才说嘛 ，Coco 就不喜欢给人家添麻烦，大事化小就是他的想法吧。如果他吃一点委屈，把这个事情不要变大，他能接受的委屈他会接受的。昨天化妆师就说了嘛，他昨天就陈述了他们去年在飞机场的一个场景，他都哭了，又讲又哭。他说他对着你，给你无比的支持力量，你都感受到。当大家要 say goodbye 拿了行李，他把帽子弄下，就哭啊哭啊，泪流满面，常常压抑着自己的真实的情绪。就是我刚才说的，能不为人家增添麻烦就不增添麻烦，能扛下去的苦就扛。我不知道在2位姐姐觉得舒服的前提下，当天发生的事情有没有什么可以说的？我感觉他在家里是并无异样，就是很快乐。那天起来吃了一个大的午餐，但是因为我要外出工作，我就离开了。那我离开的时候，他还说 I love you， 他就是总是这样温馨的。我之前那个晚上跟他睡觉，我是担心的，因为没多久之前他就已经被送过去医院。是6月份的时候，6月29号的时候，当时他是吃了很多安眠药。那次是在他自己的公寓一个人的时候，一个人，对，把我吓死了，把妈妈吓到，送了去医院。我们决定啊，这几天绝对不能，对啊，而且那时候刚好是公众假期，有3天长假，是必须要大家都要对一个人，对一个人。我是感觉了，大姐也是确定，她是其实就是一个呼唤着，希望她的老公来多看她2眼嘛。因为在此之前，她跟她老公应该有2个星期没有所谓的老公啊，没分居的老公，2个星期好像没有联络，没有交流过。看他的电话上面没有交流过。那时候他 Bruce 在哪儿呢？那时候当天发生事情，我就打电话给他的助理，他的助理告诉我，他正在去飞机场的路上。我妹妹当时已经送了去医院，然后他说要不要叫他回来。其实我心里想，这个你不应该问我吧。对，我说你们自己决定吧，你就告诉不说他现在在医院吧，他拿很多安眠药啊，你们自己决定。当然他没有回来，他就继续他的旅程。然后当天晚上他本来是去了一个公立医院的，因为如果我们在香港打电话叫救护车的话，一定是送到附近的公立医院。但当时因为他还没有清醒，我也不知道他对自己做了些什么。那个警察也在，就问我们到底发生什么事，一切都要等他出来，只等他醒来。他醒来的时候，医生就问了他，他就自己吞了很多药，然后就送了他去私立医院，因为那里的环境比较好。第2天早上也看到他有一点那个就是不妥当的，他脖子又有一点血痕，那时候是担心他的安全，就把他赶快拉回家了。你说他是不是真的要寻死？我不感觉，但是有一点不寻常，我们就很紧张。
24小时盯着他的，差不多那个线绑在脚上的。他去厕所我就坐在他旁边，他洗澡我就坐在地上看着他，就每一秒就盯着他，他就睡我旁边。妈妈也在，妈妈在，也一起，就是一起看着，一起看着。当时他的 emotion 还是很稳定的，感觉比较很平复。那大姐说，因为吃的那个药还没有失效，既然他吞了那么多，就是肯定 very sedated。他其实可能是一个 numb 的状态，对，还是那个很 calm。对。他醒来之后有问 Bruce 来没来？他醒来第一句就说：“哎，你们还在？我怎么还看到你们呢？”这个是他的第一句，所以我就意识到了他有自杀的倾向。其实22年的时候，好像已经查出来乳腺癌，真的。乳腺癌它是22年5月在国内工作的时候，他发现了有一个硬块左乳，所以他怀疑自己有，但他那个时候都告诉他的老公了，都知道，然后他就决定要先去马尔代夫，然后才回来香港去确认做检查。也许当时因为他一直受这个出轨的影响的情绪一直就是蛮波动，对，他也一直在看这个心理咨询师，不知道他有没有吃药，但现在回头看原来他有，所以他应该是自己情绪一直在波波动动，希望去旅游，让两个人的婚姻的感觉能好一点，少一点。包括其实他9次打那个取卵针嘛。他没有打9次，他没有去打了9针，9针，对，所以他做了1次，他只做了9针，然后很痛苦的这个过程，所以他就是思想非常传统的那种人，他认为这样会改变婚姻，改变一个人，其实是不会的，而且那个一次一次也在给对他很怕针的，他要自己，他是不能够自己扎针的，给一个护士每天去。刚好我也去纽约了，那我每天去看他，妈妈陪他的，妈妈都很心疼自己的女儿，就是拼了一切都想挽回婚姻，哪怕最后这个家的完整让他自己变得越来越不完整，对，支离破碎的，完全就是这样。那这个一直失踪的分居丈夫，对，后来他是什么时候跟2位姐姐联系的呢？7月2号那一天，真的差不多没有命的时候，终于出现了。他不是第2天才出现，因为他飞机比较远，旅游中，对，他就打给我，他就问我 what happened， 我就告诉他，然后他就问什么情况，他说 did she die？ 我说他还在救，所以他问这个问题，我觉得好奇怪，因为他觉得为什么第一句话你会问 did she die？对 ，You should ask how was she, how is she， 而不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心痛如刀绞。我老了，但是我并不糊涂，我的脑筋还清楚。就是觉得这段时间的舆论很多，但确实也是一直都忍下来了。昨天看到的这个场景，更快乐就够了。就不要把情绪停留在负能量身上，而且其实该做的一些事情，我知道我们也已经提起了法律的程序，一定会是的，有一个清楚的交代的。我之前还看有一些传闻说 ，Bruce 自己也提出了死因调查，是他提的吗？他也有对，但是这些100多天的事情，他倒是也没有联系过。就是那个仪式之后嘛，就再也没有联系过。没有，仪式之前都差不多没有联系，就是告诉他时间地点，就这样子，客人的名单就这么多，他也没说要帮什么忙，仿如陌路人一样的。上了班我们也明白。我觉得在现场嘛是家人，然后 Coco 团队的工作人员，然后那么多爱他的歌迷，其实就是这几份爱，我觉得可能是他生命中真正获得过的。这就够了。可能也是很多 Coco 的歌迷特别关心的一件事情哈，就是也是我们之前有看到一些传闻，不知道 Coco 在生前，尤其是他几次可能身体状况比较不好的时候，是否有提前做自己的遗嘱安排？这样，他发现他
另一半出轨之后，他就马上立了遗嘱了。要就是17年的时候就已经立下遗嘱。是的，不是身体出状况，是因为发现了婚姻的问题之后，据你们所知也没有什么修改或者什么的。没有修改。他其实也是早早的安排了一些，冥冥中有安排吧。我觉得老天爷还是给我们家一些眷顾的，对，他就突然间觉得需要。Coco 一定会保佑我们。对，Coco 一定会保佑你们的。我也相信老天爷知道哪些人不善待 Coco， 那些人会有报应的。如果真的有下辈子，姐姐有没有想过，希望 Coco 他会是过着什么样的生活？我还是尊重他自己，下一辈子他想继续做天后就让他吧，他就是生于舞台的。他以前就说过他要死于舞台的。他说过，我听过我就人在现场。所以我感觉这一辈子他有这个遗憾，希望他下一辈子重做天后，死于舞台，像他要的方式，对自己的最后一口气，就不是现在的样子。